然後還有一點是它有保留耳機孔，我是覺得超級開心的，因為它的揚聲器的聲音真的是太讓我不能接受了。但是在单核 CPU 的部分，它是跟 M4 晶片是对標的，大家就要養成習慣，因為這個綠點你如果在全螢幕的時候就看不到，你自己要習慣去看 MacBook Neo 的右上角。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其實是不會發生這件事情的，它組裝品質是比較扎實的。8GB RAM 的 M1 MacBook Air 跟這一台 MacBook Neo，它們的差別到底是什麼呢？告訴大家，它整體的跑分真的都是差不多的，唯一差別就在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一路從 M1 晶片比較到 M4 Pro 晶片，告訴大家 MacBook Neo 它到底贏在哪裡，輸在哪裡。此外，我也在這個禮拜的時間把 MacBook Neo 當成主力機，結果我在使用的過程當中，我發現了10件蘋果它在規格表當中沒有告訴我們的真相。拿到 MacBook Neo 的當下，我真的是超級興奮的開箱。我除了驚呼還是驚呼，哈，這個質感居然是2萬元以內的筆電嗎？鋁合金的機身，青橘黃的配色，好看又有質感。來到我工作室的朋友們看到這個顏色的 MacBook Neo 也是讚嘆不已。而且我自己很喜歡它在設計上面的小巧思，比如說它的顏色，它不只是外殼是青橘黃色，它連鍵盤的按鍵也都跟它的外殼做了呼應的配色。打開電腦之後，系統裡面的內建資料夾，它也是青橘黃色，然後這個顏色超級像黃金奇異果跟大葉欖仁的顏色，所以我現在都叫我的 MacBook Neo 叫它黃金奇異果。整體來說，真的感受不出來是蘋果有史以來推出最便宜的 Mac。MacBook Neo 是第一次蘋果把 iPhone 的晶片塞進 MacBook 裡面，搭載 A18 Pro 晶片，也就是 iPhone 16 Pro 那顆晶片，它的跑分其實是介於 M1 跟 M2 之間的，但是在單核 CPU 的部分，它是跟 M4 晶片是對標的，畢竟就是台積電的相同製程，這個我們在後面也會提到。那我們就來進入我的1周挑戰啦，我把它當做主力機。第一天的時候，我就很興奮的把所有常用的 App 下載好，展開我的辦公，同時開着 Cloud、LumaVision、Keynote、Notion、Safari 開了10幾個分頁，跑下來是一句話：順暢。但是我也很認真看一下它的記憶體，它記憶體一直維持在7GB， 其實就是接近滿載的8GB， 但是它完全沒有發生任何的閃退。那我覺得這個是它機制設計的問題。以前的 MacBook 舊款的 MacBook Air， 你超過7GB， 它就是會給你爆到8GB， 然後爆到讓那個 App 直接閃退。但是 MacBook Neo 它會一直卡在7GB， 然後你這時候就會感受到它的機器溫度變得很高，然後滑鼠開始變得不靈敏，但是不至於到完全無法使用，就是讓你變得很慢而已。但是大家這時候請記得去打開你的活動監視器，你把一些用不到的 App 直接把它關閉，千萬不要跟你的電腦過不去。講到手感的部分，整體打這個手感，它沒有像 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的鍵盤來的這麼扎實，它的鍵盤手感是偏軟。畢竟它就是從 iPad 的巧控鍵盤移植過來的嘛，所以手感是跟 iPad 的鍵盤比較接近的。然後觸控板的部分，個人其實很喜歡實體觸控板所帶來的回饋感，很扎實。做工品質部分，我這邊發現一個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小細節，就是它的熒幕上蓋的這個軸承，你看它其實是很鬆的。你看我只要輕輕碰一下，它就會這樣子左右晃。在 MacBook Air 跟 MacBook Pro 其實是不會發生這件事情的，它組裝品質是比較扎實的。在我打開視訊鏡頭的同時，彩蛋就出現了。這台 MacBook Neo 它居然沒有綠色的 LED 指示燈，大家知道嗎？以往偵測到鏡頭開啟，硬體的電路就直接當綠燈打開，所以有人駭入你的電腦的時候，你就可以馬上看到說，鏡頭被打開了，你就可以馬上把它關起來。那現在在 MacBook Neo 上面該怎麼辦呢？那現在就跟 iPhone 一樣，你要到右上角的地方去檢查有沒有出現一個亮綠色的點，它就是在熒幕上面的，而不是嵌在電腦的鏡頭旁邊。所以沒錯，它就是在省成本。那這樣的資安的問題怎麼辦呢？A18 Pro 晶片裡面有個隔離環境叫做 Secure Escape的這個隔離環境，那其實就是跟 Face ID 跟 Apple Pay 是一樣安全的。所以簡單來說，駭客駭進來的話，它還是不能讓你這個綠色的指示熄滅。大家就要養成習慣，因為這個綠點你如果在全螢幕的時候就看不到，你自己要習慣去看 MacBook Neo 的右上角，你可能就會發現某個 App 突然把你的鏡頭打開了。
第二天就是這部影片的重頭戲，相信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問題，就是 MacBook Neo 跟這一坨筆電比起來，它的剪片效率到底怎麼樣？告訴大家，剪片完全沒有問題。我這一整天剪輯14分鐘的 4K 影片，完全可以正常的匯出。但重點是，那它匯出的速度到底快不快呢？會不會久到天荒地老？所以我們就把8台從 M1 到 M4 的 iPad 跟 MacBook 來進行 4K 30。那我分成一般的格式 H.264 以及專業的格式 ProRes。我們來看一下匯出的結果。第一個測試，我們8台裝置都匯出 4K 30 50 Mbps， 音訊品質4.1 kHz 以及 H.264 的影片，總共片長是11分鐘。大家猜看 MacBook Neo 它會拿第幾名？當然就是最後一名。不太意外吧？它就是把手機的晶片裝到電腦裡面，所以整體的排名也是很合理的，就是一路從最好的 M4 Pro 一路排到 MacBook Neo。但大家仔細看一下，我們以這個一般格式來說，最快的 M4 Pro 它是5分3秒，最慢的 MacBook Neo 是6分42秒，其實中間也才差了1分39秒而已。所以其實以這個價位帶來說，它這個匯出速度已經算是不慢了。好，那接着我們進入到 ProRes 格式的匯出，會出乎你的意料，因為 ProRes 檔案很大，所以我們只匯出27秒的影片，格式是 ProRes 442HQ 4K 60幀 HDR HLG 的這個格式，專業剪輯師的格式，它的 bitrate 已經衝到700 Mbps 了。結果呢 ，MacBook Neo 從最後一名一路衝到第4名。這邊順便補充一下，因為 M1 晶片不支援 ProRes， 所以這邊排名裡面就沒有它。MacBook Neo 它這時候贏了 iPad 嘛，其實是因為 MacBook 本身的 Metal 框架，它在剪片上面就是更適合 ProRes 的格式，所以 iPad 匯出會顯得來得比較久。然後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前面講的，它是 A18 Pro 晶片，大家要記得它是台積電3奈米 N31 的製程，所以它在單核 CPU 的跑分其實是比 M1、M2 跟 M3 都來得好很多的。然後在 ProRes 的編碼上面，它也是對標到 M4 晶片的。那第3天把前2天的美好使用完全破滅掉了，我讓他用 Xcode 做開發。那大家如果對我的 App 開發內容有興趣，可以點擊右上角這支 Cloud Design 的影片，我有做很詳細的解釋。那告訴大家，我光把 Xcode 打開就花了超多時間，然後整個進去之後畫面就超級卡的，當然也是可以做開發的，只是我光 iOS 的模擬器我就重開了2次才跑出來。畢竟這台機器就是 A18 Pro， 所以如果你是開發者的話，你千萬要從16GB RAM 的 MacBook Air 來買起，千萬不要買8GB RAM 的。8GB RAM 的 M1 MacBook Air 跟這一台 MacBook Neo，它們的差別到底是什麼呢？告訴大家，它整體的跑分真的都是差不多的，唯一差別就在單核 CPU 是很高的。但是還有一個重點是在 AI 神經網絡引擎的部分 ，MacBook Neo 它有35 TOPS 的算力，但是 M1 它只有11個，所以它差了3倍。未來 Apple Intelligence 有更多 AI 功能的話，那 Neo 的支援度會比 M1 晶片好的很多，也會比 M2 晶片來得更到位。所以最便宜的 MacBook 它反而是最跟得上 Apple 未來的 AI 架構。比如說像是 Apple Creator Studio 未來有更多 AI 的功能，那 MacBook Neo 它反而是最適合的。第4天我們就來做簡報跟做續航的測試吧。那因為我要準備隔天的演講簡報，所以我就全程使用 MacBook Neo 來做。坦白說，蠻吃效能的。我的記憶體又是跑在7GB 左右，可能是因為我的簡報檔都是80-90頁，然後很多圖片跟影片。那回報一下電池續航力 ，MacBook Neo 的電池續航沒有你想象中的這麼好。如果你是用過 MacBook Air 那種高續航，你來用這邊的話，你會覺得它耗電超級快。如果你是單純的文書處理、開瀏覽器做筆記，電池一次大概是可以使用8個小時。但是如果你的瀏覽器裡面有很多 LLM， 像是 GPT、Gemini、Cloud， 以及像我前一天用 Xcode 跟 LumaFusion 來剪影片，你一天的續航力直接驟降到5個半小時，等於我早上9點出門，下午2、3點就要沒電了。所以官方寫的16個小時續航力，你就是看看就好。那這也很合理，因為 MacBook Neo 它的電池就只有36.5瓦時，那甚至連 M1 的 MacBook Air 都有到將近50瓦時，所以 Neo 的電池大小，你把它想象成一台13寸的 iPad Pro。第5天，我們到戶外大太陽來實測一下 MacBook Neo 它的使用情境。
那告訴大家，500尼特這個亮度在台北的陽光底下真的是不太夠使用。只不過台北蠻常陰天下雨的啦，所以好像不用這麼擔心。那亮度這件事情，不管是 iPad Air、MacBook Air，其實都會遇到一樣的問題，因為它們都是500尼特。所以除了亮度之外，我還想要再講2件事情，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個話就是熒幕尺寸，因為這次 MacBook Neo 它沒有劉海，看起來它是全熒幕很完整，但實際上它的熒幕尺寸是比 M1 跟 M2 之後的 Air 都來得更小的。MacBook Neo 它就是剛剛好13寸。那 M1 的話，它是13.3寸，那更之後的 Air 的話是13.6寸。第二個就來講到熒幕色域的部分，我在上一支影片也有提過，它的熒幕是 sRGB， 不是 P3 廣色域。坦白說，你單看這個熒幕是完全看不出來的，但是你這時候旁邊擺了一台其他的 MacBook， 你就會覺得它的顏色稍微偏淡偏白一點點。但我覺得影響我最大的事情其實是True Tone。你看現在已經是夕陽西下的時間，然後你看它的熒幕其實看起來還是超級白的。它就不會隨着True Tone的顏色去變黃。進入到第6天，我們來測試 MacBook Neo 上面所有看得到的洞跟充電孔。先來講到外接螢幕，我們都知道它一個是 USB 3，一個是 USB 2，聽起來影響不大，對不對？因為這也是 A18 Pro 它本身的限制。但是如果你講到外接螢幕的話，你只能去接傳輸速度比較快的 USB 3。如果你插在 USB 2上面的話，電腦會提醒你說要去接隔壁的那個洞。外接螢幕跟檔案傳輸，它全部都共用同一個洞，所以你就不能同時做同一件事情。建議大家還是要去買 USB 3的 Hub 會比較適合你。那充電的部分，告訴大家，這顆頭你看我到現在都沒有拆封，大家千萬不要用這個20瓦的充電頭，它最大輸出居然只能到18瓦，你把整台 MacBook Neo 充飽要將近2個小時。但是 MacBook Neo 它實際上的充電速度是到31瓦，它為什麼不給一個快一點的快充頭呢？可能它把它當成 iPad 的定位吧，才給了跟 iPad 相同的充電頭。那如果你用31瓦的快充的話，它充電時間就可以降到1個半小時左右，不算快，但是至少比2個多小時好很多。然後還有一點是它有保留耳機孔，我是覺得超級開心的，因為它的揚聲器的聲音真的是太讓我不能接受了，聲音太扁，很像鴨子的感覺，所以我平常都是戴耳機來聽音樂跟剪影片。但一樣老話一句，不到2萬塊的筆電，你還能抱怨什麼呢？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支援 Touch ID 在最便宜的版本。我在這個禮拜的時間已經打了好幾百次密碼。對，當然有變通方式，你可以使用 Apple Watch， 或是就直接去升級到512GB， 因為256GB 它的空間占的也蠻快的。大家看一下，光 macOS 就占了38GB， 然後系統資料占了70幾GB。你看，光它自己內建的東西就已經占了將近100GB 左右了。對，所以建議大家有預算就直接升級啦，然後學生價再扣掉3000塊，還是很便宜。好，接着進入到購買建議。剛剛我講的心得，大家應該全部都知道了吧？所以我們就來區分成3種類型的人來給你購買建議。第一種，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Mac， 然後預算有限，或是從 Windows 轉過來的人，告訴你買下去不會後悔，19900的價格。然後教育價16900，你買到的是完整的 macOS 鋁合金機身，跟 M4 同世代的單核心 CPU， 相比於 M1 3倍的 AI 算力，這個價位真的已經沒有對手了。第二種人是你已經有 M1 MacBook Air 或是其他 MacBook Air 的人，完全不用換，不管是跑分還是整體比較下來，剪片速度、記憶體頻寬、電池容量、熒幕尺寸 ，MacBook Neo 它都是略輸的。除非你的工作真的會用到比較新的 AI， 然後你又想要省錢，那另當別論。但是我建議還是直接去買 MacBook Air 或是更好的晶片，不然你很快就會用得有點不耐煩了。第三種人是你是重度的開發者或是創作者，比如說你要做 App 開發、3D 建模、剪輯影片，告訴大家 MacBook Neo 它就不是設計給你的，你不要再勉強這台2萬塊的電腦了。你看我第3天使用 Xcode 那個痛苦的情況，那就是答案。所以你至少從 M4 的 MacBook Air 去買起吧，千萬不要省這筆錢跟自己過不去。好，那講講個人，我這7天下來對 MacBook Neo 的結論就是，它重新讓我思考一台筆電夠用的定義是什麼。以前都覺得說要到 M 系列 MacBook Air 的晶片，這才是夠用的。MacBook Neo 它只有8GB RAM 的這個規格，然後已經可以讓你做到這麼多事情，再加上現在 AI 大語言模型雲端化的這件事情，讓 MacBook Neo 它的市場定位又更舉足輕重了。它真的沒有規格表當中想象的這麼差。我即使已經使用了1周，我到現在還是會把 MacBook Neo 帶出門。第一點，因為它比我的 MacBook Pro 來得更輕。
然後剪片也 OK， 文書處理使用 AI 這些東西都 OK。重點是它長相又很好看，所以有什麼理由不帶它出門呢？除非真的是要做 App 開發。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那我也想要聽聽各位觀眾你對 MacBook Neo 的想法，以及你現在手上是用什麼裝置？那你會想要購買 MacBook Neo 嗎？那這部影片花了非常多時間實測這幾台裝置，所以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按讚加分享，並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才不會錯過跟 BPW 相關的最新資訊哦。